在美军动用海马斯火箭炮在黄岩岛周边击沉靶船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群菲律宾反战人士冲进了靶场，强行将美军开火逼停了1小时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美菲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军演已经正式结束。虽说美菲双方称这场军演是为了强化美菲双方的防护能力，为美菲双方维护周边的稳定局势而举行的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一场专门针对中国的演习。本次军演除了双方出动了上万名士兵参演之外，最大的看点就是击沉靶船了。早在上月，美菲就公开表示将会在3秒里市向南海海域动用海马斯火箭炮击沉一艘靶船。而这个击沉靶船的位置也很有意思，距离黄岩岛仅为220公里，换算成海里的话，大概也就118海里。在我国领土如此近的位置击沉一艘靶船，这什么意思已经不用多说了。为了这次的击沉靶船，菲律宾方面可谓是做足了准备，连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都亲自前往现场观看击沉靶船。不过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美军动用海马斯火箭炮连续射了5发都没有命中靶船。后来美菲联军直接动用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对靶船进行轰炸，但都没有把这船炸了。最后还是美军出动 MQ-9 无人机进行空中情报侦察，把靶船的信息传输给指挥中心，让指挥中心派出 F-35战机发起最后一击，才让这艘靶船沉没。虽说这次的击沉靶船对于美军来说有点丢人，毕竟吹上天的海马斯居然是0%的命中率，但最终还是在黄岩岛周边把这艘靶船击沉了，完成了任务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原本美军的发射海马斯火箭弹摧毁靶船是要提前1个小时的，但由于中途有一群人冲进了靶场，导致炮击暂停了1个小时。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，这批人是来自于菲律宾民间的一个叫做全国民主运动的反战组织。在军演当天，驾驶着小船冲进了靶船，在靶场举起了抵制美国战争侵略的牌子，对这次的军演发起了抗议。由于这个靶场是实弹射击靶场，一旦美军继续开火的话，这些人可能小命不保。美菲双方显然也不想把这事情闹大，在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后，才把这些人带走，继续开始射击。现在军演已经结束了，由于击沉靶船的过程实在是太过丢人，菲律宾专家学者们现在找上了替罪羊，认为这群阻止美军开火的人是罪魁祸首，要追究他们作为侵华叛徒、侵略者同谋的责任。不过对于这个侵略者同谋一说，虎妞倒是不认同。菲律宾现在占领的几个岛礁可以说是都是我国的，特别是仁爱礁。要不是当初我国处于人道主义原则，菲律宾的那艘老破船压根儿就接近不了仁爱礁，连食物和饮用水都送不到上面去。现在菲律宾一直在这些岛礁处挑衅我国，引起我国海警直接加强巡航力度，怎么到了菲律宾专家学者眼中就成了侵略者了？要说侵略者同谋的话，恐怕菲律宾才是。无论是美菲军演，还是菲律宾对美军开放9大基地，都是为了针对我国。美国为了将来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，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由于中国军事实力强大，导致美国原本收的日韩2个小弟已无法有效面对中国，所以美国需要拉拢更多的盟友来对付中国。像菲律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虽然菲律宾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不如日韩，但是菲律宾除了有着上亿的人口之外，距离台岛也仅为上百公里的。一旦将菲律宾当作盟友，派军队过去驻扎的话，美军就能够在第一时间介入到台海冲突中去，并且还能有这么一大片的炮灰来消耗。除此之外，菲律宾的巴拉巴卡海峡还是进出南海的重要关口，美军航母编队前来作战的时候，也能通过这一位置进入，免得从其他地方还没进来就被解放军的导弹给直接击沉。
而菲律宾绑定美国也并非不是没有好处的。像现在的菲律宾说话和行事就硬气了很多。这段时间接连在南沙地区我国的岛礁附近挑衅，依仗的就是美国在背后给菲律宾撑腰。有了美军进驻的菲律宾，在非法强占我国那些岛礁时有了更多的底气，还能依靠美军帮助来将仁爱礁、中业岛等已经强占岛礁的军事部署打造得更加强大。而菲律宾需要付出的仅仅只是让美军进驻而已，收获的却是一堆等待开发的岛礁。这笔买卖在菲律宾政府眼中看来是极为划算的，但绑定了美国战船的菲律宾实则已经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美国之所以找上菲律宾，是因为无法对抗中国，难道找了菲律宾之后就能对抗了吗？到时候真动起手来，菲律宾才是第一个在前线的炮灰。这也难怪菲律宾反战人士出来反对了，毕竟到时候受苦的又不是菲律宾政府，而是这些民众。